龙茶树超有趣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高山乌龙茶比平地贵3倍？乌龙茶树寿命有多长？乌龙茶树冬天会休眠吗？我们这频道说了好多乌龙茶的资讯，也有聊过台湾有哪些茶树品种，但好像没有好好的说说乌龙茶树，它其实蛮有趣的。那因为我们是自培自烘台湾高山茶，就先说高山茶。讲到高山茶，是不是总有个声音？为什么比平地乌龙茶贵这么多啊？难道这些茶叶都是长了翅膀飞上山的吗？现在就来揭开高山乌龙茶身价不凡的秘密，让你喝茶时不止品味，还能多点茶叶学问。有这7点。第一点，高山空气魔法，云雾缭绕的神秘力量。在高海拔地区，茶园常常被云雾笼罩，这其实是茶叶的天然防晒霜。雾气让茶树免受过强阳光直射，使茶叶长得更柔嫩，内含物质更加丰富。而这层神秘的云雾也让高山乌龙茶的香气更加细腻，入口时带着一丝清甜，完全不苦涩。第二点，昼夜温差的奇迹，茶多酚与甜味的秘密。高山地区的日夜温差大，这会让茶树自动开启防御机制，促使茶叶累积更多的茶多酚和氨基酸，这正是影响茶汤甘甜度的关键。简单来说，白天阳光充足，茶树努力生长，到了夜晚温度骤降，茶叶内部的风味物质不会被快速消耗，这样泡出来的茶才会甜美醇厚。第三点，纯净水源与肥沃土壤，天然养分大补帖。高山茶区的水源通常来自山泉或天然降水，水质纯净且富含矿物质，让茶树获得更多天然养分。同时，高山地区的土壤多为火山岩或是红土，透气性佳，富含有机质，为茶树提供绝佳的成长环境，让茶叶风味更为浓郁。第四点，高难度采茶挑战，人工成本翻倍。你以为高山乌龙茶只是环境好，价格就能翻倍？不，还有劳力加成。高山茶园通常位于崎岖陡峭的山坡上，采茶工人得在平均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茶园来回行走，一不小心还可能滑倒。而且高山气候变化快，采收期较短，茶农们得抓紧时间，才能确保每一片茶叶的品质。这样的辛苦劳动也让高山茶的成本大幅提升。第5点，繁复的制作工艺，每一步都是职人心血。高山乌龙茶并不是采了就能直接喝，从采摘、萎凋、发酵、揉捻到烘焙，每一步都要经过精准掌控，才能让茶叶展开最完美的风味。例如发酵过程需要精细控制湿度与温度，才能让茶叶的花香和果香完美释放。这些细节都是高价背后的坚持。第6点，产量有限，供不应求。由于高山茶园面积有限，再加上气候条件限制，一年只能采收几次，且每次的产量并不多，因此高山乌龙茶的市场需求远大于供应，价格自然就高啦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顶级高山茶甚至要抢购才买得到。第7点，高山茶的风味体验，喝过就回不去了。最后，真正让高山乌龙茶值回票价的
是它那无法取代的山头气，或称山岚气。茶汤醇厚，带有淡淡的花果香，层次丰富，从第一泡到第5泡，每一口都有不同变化，回甘持久，喝完后嘴里还留着甜甜的余韵。这些风味是平地乌龙茶难以复制的。想要多认识高山乌龙茶，请看看我们团队所制作的影片。高山乌龙茶真的身价高吗？破除5大迷思，正解这样喝高山乌龙茶，播放量已达上万次了呢。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乌龙茶树寿命有多长啊？我们整理这4点说说乌龙茶树寿命。当你捧一杯香醇的乌龙茶时，有没有想过这些茶叶来自一棵年轻的小茶树，还是已经活了好几十年的老茶树？乌龙茶树的寿命到底有多长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茶树的长寿秘辛，保证你看到第3点时会大吃一惊。一般乌龙茶树寿命20到50年，大多数商业栽种的乌龙茶树寿命在20到50年之间。这些茶树通常被定期修剪，以保持最佳的生长状态，提高茶叶品质。一旦茶树开始衰老，叶片变小，产量下降，茶农可能会选择更换新苗，确保稳定的收成。50年以上的老茶树，风味进化，价值翻倍。有些茶农会特意保留老茶树，因为他们的茶叶能够展现出更丰富的层次与更深的茶韵。50年以上的乌龙茶树，叶面内的风味物质累积更多，泡出的茶汤更加醇厚，带有特殊的木质香气或果香。这类茶叶在市场上往往价格不菲，被茶友们视为极品。100年以上的古茶树，真正的茶界传奇。惊讶了吧？其实有些乌龙茶树可以存活超过100年。这些100年老茶树通常生长在台湾或是中国的偏远山区，没有经过大规模商业种植，而是自然生长，吸收了丰富的矿物质与养分。这样的老茶树每年产量极少，但茶叶内含物质极其浓缩，泡出的茶汤层次分明，余韵悠长。据说台湾某些100年乌龙茶树每年的茶叶产量甚至只有几斤，价格堪比高级威士忌。200年以上的陈皮茶树，乌龙茶界的活化石。虽然罕见，但仍然有记录显示，有些茶树可以活到200年以上。这类超古老茶树通常生长在自然保护区或深山，已经不再被作为商业用途，而是成为茶文化的象征。如果你有幸能品尝到100年以上茶树的乌龙茶，请务必珍惜，因为这可是一杯历史的味道。从短短几十年到100年以上的传奇老茶树，乌龙茶树的寿命比你想的还要长。下次当你品尝一杯乌龙茶时，或许可以想象它的叶片可能来自一棵已经见证时代变迁的老茶树，让你的茶香之旅更添一层历史韵味。那么你最喜欢喝哪种年纪的乌龙茶呢？是年轻鲜爽的，还是老茶韵厚的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茶叶喜好。话说回来，我们不是茶农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呢？既然提到乌龙茶树，我们也借机跟茶农聊聊，都知道了这件事。乌龙茶树在冬天竟会休眠呢。当冬天来临时，你可能会发现街上的树木变得光秃秃，动物们也开始冬眠。那么乌龙茶呢？
其实乌龙茶树并不会完全冬眠，但它确实会进入半休眠状态。当气温降到15度以下时，茶叶的生长速度会明显减慢，进入慢慢养精蓄锐的阶段。尤其是高山乌龙茶树，由于冬季温度更低，它们会暂停嫩叶的生长，把能量留给春天爆发性的生长期。这就像是人冬天会穿厚衣服、少运动一样，茶树也是在养身体，等到气候回暖，就能长出更多活力的新芽。茶农在冬天不会让茶树完全摆烂，而是会进行适当的修剪。为什么要修剪呢？修剪可以让茶树的枝条更有利于来年的生长，减少营养消耗，避免树枝过密，影响通风。怎么修剪？修掉老叶、枯枝，确保茶树的营养能集中在健康的部分。修剪后的效果，明年春天茶树就能更有力地长出新芽，让茶叶品质更上一层楼。虽然冬天茶树不会长太多新叶，但这不代表它不需要营养。茶农会在冬季进行基肥施作，通常使用有机肥或天然矿物质肥料，让土壤恢复养分。这样，当春天来临时，茶树就能迅速吸收养分，爆发出健康的新芽。想象一下，这就像是冬天补充暖暖的汤品，为即将到来的春天储存能量。对种在高山地区的乌龙茶树来说，冬天的低温可能会让叶片冻伤，影响来年的收成。因此，茶农会实施一些防寒措施，例如覆盖稻草或遮蔽布，帮助保温，减少霜害，适当灌溉，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，避免低温造成根部脱水，避免修剪过度，留下一些保护性的叶片，减少寒风对茶树的影响。这些方法就像是给茶树穿上羽绒衣，让它们安全度过寒冷的冬天。虽说冬天茶树进入了慢活模式，但这段时间其实是来年茶叶品质提升的关键。茶农们会透过适当的修剪、施肥与防寒措施，确保茶树能在春天爆发出最美味的嫩芽。品尝一杯香醇的乌龙茶时，不妨想一想，它可是在冬天经历了一场养生修行后，才能带来如此美妙的风味哦。你对茶树的冬季养护还有什么好奇的问题吗？留言跟我们讨论吧。影片就到这咯，喜欢乌龙茶的茶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在乌龙茶的茶香常常相见。拜。